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你们说怎么办吧？娘，这有何难？我早就帮你想好办法了。娘的好儿媳呀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快说来听听。办法儿媳妇早就替你想好了，既不用卖地，也不用四处去借，只要做的人不知鬼不觉，保证100两银子轻松到手。哎呦，那感情好了，你赶紧跟娘说说，到底啥办法？是啊，娘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你们别忘了，咱们镇上的牙行可是个好地方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，绝对能卖上个好价钱。你说的是人牙子？对呀，我咋把这地方给忘了？啥意思啊？难道你们想让我去当太监？这不好吧？你少在这儿添乱，一个老帮菜，你想当太监，人家还不要你呢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们要把我卖了换钱呢。那你们打算卖谁啊？你不会是想让娘把你二哥或者二嫂卖了吧？这种事吓死我也不敢，最主要我怕他们跟我玩命。哎呀娘，你想啥呢？就我二哥二嫂那模样，也卖不上大价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对付不了那个死丫头，咱们就拿那个混小子开刀，想方设法把他引诱出来，然后卖到牙行，咱家所有的困难就能迎刃而解。好，太好了！他早就看陈寒不顺眼了，一看就懂，一学就会，在学院里处处拔尖儿。这万一超越他，这可就麻烦了。只有毁了他，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样有点不好吧？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？爹，当初要把我大哥送进宫，你不是也同意？现在你装啥好人？我同意送你大哥进宫当太监是有道理的。一来他年纪大了，在家里啊也出不了啥贡献；二来嘛，年纪大进了宫才能活下去。陈寒那么小，送进宫那不等于送死吗？爹，你说的这叫啥话呀？这有啥不好的？你好好想想，就大房一家自从和咱们分开以后啊，就跟仇人似的，从大到小没一个有良心的。他们要是稍微有点良心，都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咱们为那点仨瓜俩枣的着急上火。所以说，对付小人，咱们绝不能心慈手软。我觉得凤娇说的没错，大房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咱们还跟他们讲啥仁义道德？娘，凤娇这个主意，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。凤娇的主意确实不错，可陈寒那小兔崽子看见我跟你爹就跟黑眼风似的，我们根本没法下手啊。你说的没错，别看韩小子平时不言不语蔫巴的，可心眼子比筛子眼儿都多，一般人啊糊弄不了他，除非怎样？除非下死手打闷棍。你出的这是啥馊主意啊？手下没个轻重的，万一要是打死那就白忙活了。咱们必须要想个万全之策，只要把那小兔崽子骗到镇里卖给人牙子，那就万事大吉了。可是谁能把他骗出来呢？娘，这种事啊，别人都白搭，还得你和我爹来办。不行啊，凤娇，刚才娘不是说了吗？那小兔崽子根本就不信任我，万一不成功就是打草惊蛇，他们有所戒备，以后可就不好下手了。对，娘这话说的在理儿，这种事儿不干则已，要干就干个神不知鬼不觉，必须一招制胜，万不可有半点差错。儿子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哼，这件事你们不好出手，只有我亲自哄骗一下那个小兔崽子了。看来只能如此了。不过儿子，你可要小心啊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是啊，振才，这可是违法的事情，弄不好可是要坐牢的。你个狗嘴吐不吃象牙的东西，违啥法坐啥牢？你就不能说的好听的？就你这一辈子窝窝囊囊，三脚踹不出个响屁的怂样，驴年狗被子都发不了家，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臭嘴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
不过我真要是把那小兔崽子骗出来，其他的事情还得由娘你们去办，毕竟我是个秀才，不好和人牙子打交道。行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负责把那小兔崽子骗到镇里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和你爹。李正叔，我安顿好小鱼，咱们就去地里，我亲自示范甜菜种植，你通知村民过来学习。青丫头啊，要不改天再去地里示范，你也回去休息一下。我没事儿，李正叔，这马上就到了播种季节，咱们得抓紧时间才行，可不能耽误了春耕。我也想让乡亲们早日种植出甜菜，到时候甜菜大丰收，我也好扩大糖坊生产。好，青丫头有心了，你这丫头发了财不忘记乡亲们，是个好孩子。等甜菜丰收了，你是不是还得招工啊？那是自然，到时候免不了让李正叔帮我把关。你放心，这种事儿我是不会推辞的。好了，你呢，先把小鱼安顿好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来到小鱼的房间，陈青青很自然的语气命令道：躺下。他知道陈青青以前也是这样照顾他，给他看病施针，并未觉得不妥。可是今日他已经完全清醒，这熟络的语气令他的耳根有些不自觉的发热，但是他还是乖乖的配合着。陈青青并不知道小鱼已经清醒，意念一动便启动了医疗空间， X 摄像机开始给他全身扫描，一切都好，脑袋并没有受伤。小鱼，我给你检查过了，刚才那一棍子并没有伤到你，你只是暂时被打晕了，好好休息，睡一觉就会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陈青青又叮嘱了一番，这才起身出了屋子。小鱼翻身坐了起来，目光变得凌厉清明，哪里还有一点迷茫的样子？他全部都想起来了，他是当今大宁朝的宁王，当今圣上的三子，手握重兵，12岁便上战场领兵作战，所向披靡，也是大宁朝的战神，镇守西陲边境8年，无数次打败西越国的进攻。只要有他在，西越国便不敢蠢蠢欲动。2年前奉诏回朝，朝中对他的拥护者越来越多，引得他的亲兄弟当今太子不满。他虽然战功赫赫，却在意兄弟情深，从未防备过他的兄长。半年前，皇上派他来安阳县查访盐运走私一事，太子以践行为借口，要他在醉香楼给他送行。殊不知，掩饰在亲切笑容的面孔下是一张扭曲的心。他毫无防备之心，喝下了太子递给他的践行酒。殊不知，那酒乃是西域慢性毒药，服药1个月之后才会毒发。来到安阳县之后，刺杀他的杀手是一波接一波，但是他完全没把这些鼠辈放在眼里，解决了一波又一波。可是太子对他恨之入骨，一心想置他于死地，不惜花重金请了江湖上最厉害的杀手黑白双煞，还有西域毒王子悠一路伏击。到了安阳县，毒王再加上黑白双煞的连番刺杀，又遇上毒发，2个手下追风逐月，为了保护他引开了黑白双煞，而自己却在和子悠的打斗中毒发坠入崖底。想起那日的情景，小鱼的眼底一片杀意。清水镇，李屠户和李掌柜趴在床上痛苦地哀嚎着，郎中头上起满了汗水。李掌柜，你和你兄弟腿上的剑已经贯穿了小腿，想要拔出来肯定会很疼，不过就算拔出来，你们后半辈子也会落下残疾，而这种剑在下却从未见过，威力之大令人咂舌呀，在下尽力保住你们的腿。李屠户的双眼填满了愤恨，他恨不得把陈青青碎尸万段。哎呦，李郎中，咱们2家可是多年的朋友啊，我这条腿就交给你了。一会儿拔剑你们咬住，我下手尽量快点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一个用力把剑拔了出来，然后撒上了止血药进行包扎，紧接着用同样的办法给李屠户包扎治疗好，叮嘱一番告辞离去。大哥，咱们兄弟吃了这么大的亏，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？不这样算了，你想怎样啊？咱们去报官，这么重的伤，
县老爷不会不管的。报官有用吗？是咱们挑事在先，更何况你手下那一棍子可不轻啊！哎呀，也不知道那个傻子伤得如何，就算咱们去告官也赢不了。那就这么算了。啊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兄弟，你别急，这个仇咱们早晚得报。面色惨白，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。他发誓，今日所受之罪，早晚要还给陈青青。夜色浓墨，南山村10里地外山上的一个窝棚前，篝火熊熊燃烧，火堆前坐着2个18、19岁的年轻人，正是追风、竹月。那日主子遇袭，2人分别引开黑白双煞，本以为能够很快摆脱回去搭救主子，却没想到黑白双煞却比传闻中的更为厉害。白无煞一招血色迷雾，以自身为中心，释放出了无数的剑气，形成了一道死亡暗影。追风差一点被当场击毙，幸亏他轻功极好，侥幸地冲出绝地，趁着白无煞轻敌之际逃之夭夭。竹月被黑无煞纠缠，也是九死一生，差点死于他手。黑无煞的夜之凋零能让白天瞬间变为黑夜，他与黑夜融为一体，从不同的角度对竹月发起攻击，一招制胜。幸亏竹月身手厉害，几次化险为夷，终于找准机会突破了他的夜之凋零。黑无煞受到反噬，不得已带伤逃跑。2人经过1天之后，在清水镇汇合，到处寻找主子的下落，却一直没有找到。就在他们绝望之际，发现主子跟在一个村姑身边打杂，变成了一个跟屁虫。竹月，你说主子咋就傻了？他还会不会好起来？说是一直不露面，京都那边怕是藏不住了呀。瞒不住也得瞒，说是被他们知道主子变成傻子，京都恐怕就要变天了。其实我觉得主子这样也挺好的，整天无忧无虑的，不用在战场上厮杀，不会被最信任的兄长下毒而感到难过，也不必揣测军心，害怕功高盖主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若是没有主子在，西越国、北夷国、南疆恐怕会联合起来，到时候大兵压境，咱们大宁朝可就变成了砧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了。要不今晚再发射一枚信号弹吧，万一主子看到想起咱们了呢？算了，咱们已经发射了不下几10枚信号弹，主子都没有来，这次发不发能有啥区别？管他呢，不来就当是看流星了。追风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颗信号弹，嗖的一声变为一颗爆炸的星星。与此同时，小鱼丝毫没有睡意，站在窗前仰望苍穹，回忆起那些细碎的往昔。猛地一抹光亮出现在夜空中，他心中一喜，抬眸朝院子里看了看，外面一片寂静，所有的屋子都已经熄了灯。小鱼轻轻推开房门，丹田提气，嗖的一下飞上房顶，几个跳跃之间施展轻功，朝着不远处的山头疾驰。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往日的迷茫？追风放出信号弹之后，原本都要放弃了，突然一阵沙沙声由远及近的响起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。主子，真的是你，你不傻了？竹月稳重得多，连忙单膝下跪。起来吧，这半年多辛苦你们了。主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失忆了？你中的可是西域剧毒的3日归魂散，是谁帮你解的毒？你又是怎么逃脱掉子由的追杀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跟在一个村姑的身后？是主子，3日归魂散一旦发作，只有3天的解毒时间。那天咱们分开已经毒发，是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你身上的毒解了？此人如此厉害，若是为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放心，救我的人就是你们口中的村姑。小姨把事情经过大概说了一下。想不到这穷乡僻壤竟然是卧虎藏龙啊！是啊，幸亏练的村姑，不然主子定是凶多吉少。对了，这半年京都局势如何？回主子，我们一直隐藏你失忆的事儿，跟京都传信只说你得了重病，不适合路途奔波，等好了自然会回去复命。他们信了。小鱼声音沙哑，都怪他以前太注重亲情，被亲情蒙蔽了双眼，所以才会被太子拿捏。至于那个位置，你越是怕我得到，我就越是要得到。
别人都相信，可是唯独太子却不知怎么回事，认定你已经坠崖身亡。现在他已经蠢蠢欲动，在朝中拉帮结派，势力越发稳固。追风接过话茬儿，不知是谁散布的消息，说你已经陨落了，边境在蠢蠢欲动。最近不少商人打扮的外域势力来到京都，应该是为了证实这个谣言的。无妨，继续盯着，有任何动向，立即向我汇报。主子，既然你已经恢复了，咱们是不是早日动身回到京都啊？不急，我还有点事需要处理。主子，京都那边已经快要瞒不住了，确实得尽快赶回去才行。太子的势力越大，对主子危险也越大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这几个月查研院走私一事可有眉目？回主子，这些都是证据，您回去交给皇上就可以复命了。好，你们收好。小鱼纵身一跃，消失在两个人的视线之中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鱼早，昨天夜里睡得好不好？有没有想起什么？娘子，我睡得很好，还梦到你给我买糖葫芦吃了。好，等会儿我带你去镇里给你买糖葫芦吃好吗？好。小鱼点了点头。这样的日子虽然平淡，但是他竟然有些舍不得离开。走了，小鱼，大宝已经在等着咱们了。好，这就来。牛车很快到了清水镇的路口。青青姐，我先去安阳县送货，你和小鱼办完事儿就在这个道口等我，我下午回来接上你们一起回去。不用，我和小鱼会雇佣一辆马车回去的，你路上慢点儿，不用惦记我。好，放心吧，青青姐。老韩叔，咱们走吧。自从想出丧天良的鬼主意之后，陈占才无时无刻都在找机会接近陈寒。刚站定身影，就看到陈寒从家里跑出来。陈占才心里大喜，他火烧屁股似的跑回家里。娘，机会来了。儿啊，你是说陈寒那小兔崽子出来了？他应该是去找村里的小伙伴玩去了，估计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能出来，我在门口等着呢。好好，那你赶紧去吧。娘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这不是来给你通风报信来了吗？咱们必须快刀斩乱麻，以防节外生枝。你现在赶紧和我爹去镇里把人牙子联系好，谈拢价格，在镇上的小广场等我，我随后就到。这是不是太急了？万一你不成功，我和你爹不就成傻老婆的泥汉子了？娘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没有金刚钻，不敢揽着瓷器活。儿子轻易不出手，出手亦不凡，保证能一击制胜。你就听我的，准没错。好儿子，你要这么有把握，娘就放心了。我这就去镇里联系人牙子。老头子，赶紧走，咱们去镇里。老婆子，真要卖韩小子啊？陈老汉有些于心不忍。不管咋说，这陈寒也是他的孙子，要是卖个人牙子当太监，这辈子他就彻底毁了。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这不是丧尽天良吗？你废啥话，赶紧的动弹呐！再他娘的耽搁会儿，黄瓜菜都凉了。老婆子，你先别急眼啊，这种事儿咋说那也不是人干的，要不咱们从长计议吧。计你娘个脑袋！你在这冒哭耗子，假啥慈悲啊？你要是个老爷们儿，稍微有点本事，至于让我跟老娘们想着弄钱吗？我他娘的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，到头来竟成不干人事儿的了。哎，好，你不是想当老好人吗？那儿子赶考的盘缠，你去想办法，我还不管了呢。别，老婆子，你看你这是干啥呀？别生气，我这不是担心怕出意外吗？你们就别磨叽了，赶紧去镇里，赶紧动弹吧。好，咱们走。陈占才他们也来到了大门外，就见陈寒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。小韩啊，你这是干啥去了？三叔好，我刚去堂房转了一圈。你爹娘呢？他们都在堂房干活，你找他们有事吗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你青青姐呢？我姐好像和大宝哥去安阳县送货了，你找她有事啊？天助我也，这个死丫头不在真是太好了。啊，不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三叔，要是没事，我该回去读书了。等等，小韩，好不容易放几天假，怎么能整天都读书？你得学会劳逸结合。
要不这样，三叔带你去放松下心情，到这里转转，怎么样？陈寒觉得他今天有点怪怪的，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以前和他打招呼，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常言道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怎么样，小韩？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保证你喜欢。不去，我爹娘不让我随便乱跑。三叔带你去玩，咋能叫乱跑呢？走吧，我是不会让你爹娘知道的。说着，他拽起陈寒的手就要走。三叔，你放开我，我哪也不去。走吧，三叔带你去个好地方，那里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你去了绝对喜欢。谢谢三叔，我真不去。有好玩的，你还是带基业弟弟去吧。你这孩子咋不知道好赖呢？今天三叔高兴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三叔，你先放开我，要去我也得告诉爹娘一声，以免他们找不到我担心。告诉你爹娘这还了得？要让他们知道自己计划不就化为泡影了。咱们一会儿就能回来，不用给他们知道。你听话，三叔给你买糖葫芦还有大鸡腿吃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告诉我爹娘一声才行。爹，我三叔让我去趟镇里，你放心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陈占才做贼心虚，被这一嗓子喊的是魂飞魄散，他赶紧松开了手，朝四下看了过去，半晌也没看到陈占山。小韩，你给我回来！陈寒趁机已经跑到自己家门口。三叔，我还有事，你还是自己去吧。没用的东西，竟被一个小兔崽子给骗了。这个臭小子是不是鬼揍的？这心眼子不是一般的多。正唉声叹气，就听身后传来脚步声。二宝，你这是要干啥去？三叔，我要去找陈寒哥玩。别去找他了，三叔今天正好没事儿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谢谢三叔，不过我不能去，我已经跟小孩子说好了，要跟他下棋。那玩意儿有啥可玩的？三叔带你去这里转一圈，那里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耍猴的打把式的，保证你爱看。不行，我已经跟小孩子说好要跟他下棋，要是失约我就成了不讲信用的人了。还是你自己去吧。你这小屁孩讲个屁信用，跟三叔走，三叔一会儿给你买个烤鸡腿吃。那我去跟陈寒哥打声招呼。别去了，二宝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三叔，那你不带上基业吗？不带他，今天就咱们爷俩。那我去告诉我娘一声吧。不用，咱们一会儿就能回来。三叔，你说镇上真有耍猴的？当然了，不但有耍猴的，镇上还有卖糖果的。一会儿三叔给你买串大糖葫芦吃。谢谢三叔，我最爱吃的就是糖葫芦，还有桂花糕。好，三叔一会儿就给你买。陈占才紧紧地攥着二宝的手，飞快地朝着清水镇赶去。陈占才怕碰到熟人，带着二宝抄了近道。陈占才带着二宝来到镇上的小广场，见陈老太正伸长脖子四处张望。娘，我来了。哎呦，你可算是来了。那小兔崽子呢？别提了，那小兔崽子沾上毛比鸡还在，比猴还精，任由我怎么说他就是不上套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都和人牙子把价钱都谈好了，可现在没带来人，这可咋办是好？咱们也没收人家钱呢，怕啥？大不了就算是不讲信誉呗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爷爷奶奶，你们也来这里了？二宝，你咋来了？二宝，谁带你来镇里的？是我三叔带我来的。你们看，我三叔还给我买好吃的呢。啥？你三叔？占才，咋回事啊？你带二宝来干啥？爹，你看你这话问的，你说干啥？当然是带他买好吃的来了。好，那现在没事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爹，你这么着急回家干啥？他说完，把二宝领到了一边，用手一指地上的台阶。你先在这里坐会儿，
我和你爷奶说点事儿，再带你去买好吃的。好，我听三叔的话。随即把心里的打算说了出来。你个混账东西，二宝可是你亲侄子，你咋能打他的主意呢？是啊，儿子，二宝这孩子懂事啊，你可不能把他卖给人牙子呀。哼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把我说的好像是个畜生一样。我也不想卖二宝，可咱家现在这情况不是特殊吗？但凡有一丁点办法，我也不至于走这条路啊。不管咋样，你这个当亲三叔的也不能打亲侄子的主意啊！哎呀，真要是把二宝给卖了，非得把你二哥二嫂急死啊！振才呀，二宝可是你哥嫂的心头肉啊，咱们还是别打二宝的主意了。娘，你咋也糊涂了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还想不想儿子中举当官？想，咋不想？做梦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。既然这样，儿子是不是得参加科考？是不是得需要银子？是啊，儿子，要不咱们先回去，过几天你再试试，万一能把陈寒那小子骗出来，这样不就不用卖二宝了？娘，陈寒你就别想了，那小子心眼子太多，根本就不会上当。所以说，为了你儿子的前途，咱们只能卖掉二宝。娘，我知道你在担心啥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真要是出了事儿，我都担着。我去跟他们解释，就说二宝跟我来镇里，我尿急上茅房，出来就找不着孩子了，他们是急死也得接受现实。陈老太太心里有一丝动摇。儿子，娘听你的，把二宝卖给人牙子。好，那你和我爹赶紧带着二宝去衙行。老婆子，你好糊涂啊！二宝可是个乖孩子，你咋下得去这个狠心呢？你他娘的跟我瞪啥眼睛？别他娘的在这装老好人了，有本事你想个法子给老三弄盘缠去。再敢废话，老娘撂挑子不管了，让你个老帮菜做辣。陈老汉竟被噎得无言以对。爹，你就别在这闲吃萝卜淡操心，咱们家又不是只有二宝一个孩子，不还有基业孝敬你吗？行了，展才，别跟他说这些，他就是死心眼一根筋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大拧种，驴脾气一上来咋着也不行。赶紧的，跟我带二宝去衙行。陈老汉心有不甘，但也无能为力。二宝，你三叔要去书院办点事儿，爷爷先带着你四处逛逛啊，咋样啊？哦，爷爷，我就回家了。哎，别着急，好不容易来一趟镇里，咋也得逛逛不是？不行，我要是再不回去，我娘要着急了。爷爷，你赶紧带我回去吧。好，爷爷带你回家。陈老汉的心里不是滋味，领着二宝就要走。陈老太连忙把他拦住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，要干啥去？”老婆子，二宝想回家呀，要不就带他回家吧。滚一边去！好孙子，你长这么大，奶奶还没给你买过好吃的呢。走，奶奶给你买大烧饼去。奶奶，我不想去了。二宝说着，把手里的鸡腿递到陈老太面前。这是三叔领买的，我一直不舍得吃，闻着味道特别香。奶奶，你快尝尝。奶奶不吃。陈老太太眼眶发酸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，像是刀绞一般疼。好二宝啊，真是奶的好孙子，听奶的话，先跟奶去个地方，然后奶奶就带你回家，行不？好，我听奶奶的。陈占才见爹娘领着二宝走了，心情颇为舒畅。现在正好有时间，不如去范家转转。陈占才越想越美，抬腿便朝着范家走去。陈青青和小鱼在街上一边走一边聊天。小鱼，你以前最爱吃什么？在那荒无人烟的边陲，有时候行军作战，一连几天都不生火，吃干粮喝血水那是常有的事儿。小鱼，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快告诉我。我在想馄饨，我最爱吃的是馄饨。好吧，我还以为你恢复记忆了呢。
唉，走吧，你肯定是饿了，我先带你去吃馄饨去。好。小鱼掩去了眼底的内疚。对不起，青丫头，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暗杀我的敌人那么多，要是有人知道你的存在，怕你会有危险。我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，最起码在我还没强大到可以保护你之前。很快两个人便来到了馄饨摊前。小鱼，你先吃，我去那边给你买糖葫芦好不好？好。陈青青有一些诧异，今天的小鱼怎么怪怪的，不过她也并没有多想。小鱼看着陈青青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颇为动容。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温柔地对待过她。母妃乃是皇上临时宠幸的一个宫女，生下她不久便撒手人寰，她就像是一个浮萍在宫中飘荡。从6岁起，她便知道要想被人认可，就要加倍的努力，只有强大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别人睡觉她读书，别人休息她习武，她逼迫着自己一步一步变得更优秀。她竟然在这个丫头身上体会到了关心温暖，不嫌弃她是一个傻子。倘若日后她真的能够成功地坐上那个位置，她一定要报恩，让她成为全天下最富有的商人。陈青青见小鱼瞅着馄饨发愣，喂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刚不是还说最爱吃馄饨吗？太热了，晾一晾。没看出来，我们小鱼也知道烫了。不错不错，我们小鱼有进步。小鱼的脸一红，好吧，这是把她当小孩子了，不过貌似不错。好吃啊，娘子，你也快吃呀。好好，你快吃吧。你吃饱了吗？没吃饱就再来一碗。饱了，咱们走吧。此时坐在街对面的追风一脸迷惑的道：舒月，这还是咱们认识的那个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宁王，咱们的主子吗？以前失忆做这些幼稚的事情也就罢了，如今他已经痊愈了，怎么还拿着那个糖葫芦在那个村姑身边装傻子，简直没眼看。闭嘴，主子的事轮不到你指挥，赶紧跟上。好吧，主子做事自有他的道理，或许就是为了维护能给他解毒的神医吧。南山村，孙氏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，刚进院子就朝着屋里喊道：二宝，快帮娘舀瓢水来，娘快渴死了。半天没动静。哎呦，这小子肯定又去找小韩玩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陈寒在大门外喊道：婶子，二宝在家吗？他没去找你玩吗？没有，昨天我们就说好了，今天一早到我家去下棋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来，我就过来问问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或许二宝去找村里的二牛、铁蛋他们玩去了。我刚才去铁蛋他们家找过二宝，他们都说没看见。那我得去找找他。哎，翠姐，你这是要干啥去啊？二宝没在家，我去找找他，或许去地里找咱们俩去了。不可能，咱俩刚从地里回来，二宝要是去找咱们，能碰不上？那他会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没准二宝找别的孩子玩去了。二叔，二宝常去玩的地方我都问过了，他们说没看见二宝。翠姐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去问问爹娘，或许二宝在他们屋里呢。行，你快去问问。爹娘，你们在屋吗？听到喊声，柳凤娇从正房走出来。二哥，你别叫喊了，爹娘不在家。不在家？他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二宝是跟着他们走的吗？柳凤娇心里冷哼，知道也不告诉你们，先把你们稳住，只要木已成舟，就算是寻到镇里，你们也无回天之力。想到这儿，他满嘴胡诌了起来。爹娘早就走了，刚还听见二宝在院子里又喊又叫，估计这会儿应该是跑出去玩了。好，那就好。陈占良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，他来到孙氏跟前。翠姐啊，
老三媳妇儿刚才还听到二宝在院子里呢，应该跑不远，我出去找找。好，你快去呀！孙氏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紧随其后追了上去。陈寒也跟着出去找二宝。看着他们出了院子，柳凤娇的嘴角慢慢的勾起一丝狞笑。这会儿陈占才已经带着二宝到了镇里，只要把孩子交给人牙子签了卖身契，这辈子都别想再看到孩子。陈占良夫妇把整个村子以及村子周边的山林水塘全部都找遍了，都没有发现二宝的身影。二他爹，二宝到底去哪儿了？不会有危险吧？翠琴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这就去塘坊看看，兴许二宝就在那儿玩呢。陈占良也着急了，转身要走，就见陈占山和陈寒迎面跑过来。你们找到二宝了吗？啊，他没去你那儿吗？刚才小汉去塘坊，我才知道二宝不见了。快去找呀！二宝真要是出点啥意外，我也没法活了。行，翠琴啊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这就去找。弟妹，你别急坏身子，我们再去找找。村里的村民也跟着四处寻找了起来，可是里里外外都找了一遍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陈青青坐着马车赶回来，陈占山赶紧上前。秦丫头，不好了，二宝不见了。二宝不见了？那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村里都找遍了，都没找着二宝。你二婶都快要急死了。秦丫头，你主意多，快帮着想想办法吧。爹，你先别着急。二婶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你什么时候发现二宝不见的？青丫头啊，我和你二叔去地里干农活，回来就发现二宝不见了。那会不会找其他小伙伴去玩去了？我都去问了，没人看见二宝。会不会是家里人把他带出去了？没有，你爷奶早就出去了。听你三婶说，在我们回来之前，二宝刚刚还在院子里玩呢。可我们找遍了村子，也没发现二宝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二宝这孩子可从不乱跑，会不会是被拍花子给拍走了？青丫头，二宝不会真被拍花子的给带走了吧？这真是要了我的命了！二宝真要是出点啥意外，我这个当娘的也不想活了。你们胡说八道啥？哪有啥拍花子的？那不过是骗小孩子的鬼话。我刚才看见二宝了。老六媳妇儿，你在哪儿看到二宝的？他在干啥？跟谁在一起啊？是啊，大妹子，你到底在哪儿见过我家二宝呀？他还在不在那儿啊？我刚才在山里捡柴火，远远的就看见你家占才领着二宝，边走还边说去镇里买好吃的，还要带着他看耍猴的。我本想跟他们打声招呼的，可他们走得挺急，等我过去时啊，他们俩早就没影了。啊，老三带着二宝去镇里了？他带二宝去镇里干啥？你看你们两口子朝我瞪眼睛干啥呀？我不都说了吗？你家老三带着你儿子去买好吃的，还要去看耍猴的。陈占良的脑袋轰了一下，想起去年老三为了读书撺掇陈老太把亲丫头嫁人不成，就想让大哥陈寒去宫里当太监。当时他也是天天防着陈老太对二宝下手。半年过去了，老三考上秀才，这心里一高兴，竟然把儿子给疏忽了。老三家的，二宝跟着占才走了，你刚才为啥说二宝还在院子里呢？是啊，凤娇，你骗我们干啥？你为啥要撒谎啊？你们问的这是啥话啊？我一直在屋里待着，也没给你们看孩子，我哪知道二宝哪儿去了？至于是不是占才领走了，老六媳妇儿，你可别瞎说。嗨，我啥时候瞎说了？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家老爷们儿领着二宝抄近路去了镇里，这事儿啊，绝对错不了。不可能，我家占才去镇里是不假，可他是去书院里办事儿，咋能带着二宝呢？柳凤娇才不会承认，只要拖住这些人，
让他们在村外荒山上寻找一遍，估计陈老太就把事情给办利索了。你们可别忘了啊，那条路可有好几条上山的小路，没准二宝跑山里玩去了。二他爹，你赶紧上山去找找。对，二哥，你们赶紧上山好好找找，兴许二宝还迷路了。不会的，我三叔早上就要带我去镇里，我没去，他一定是带着二宝去了。你们先别急，金丫头是坐马车回来的，战灵和二宝走着没那么快，应该还没到镇里。你们快去追，应该能追上。二叔、二婶，快上车，咱们去镇里找二宝。哎，好。小鱼紧随其后上了马车，快点走，再回镇里去。此时陈占才来到范家大门之外。开门，你家老爷的岳丈大人来了。你咋又来了？真是无理，你一个下人怎么说话呢？啥叫我又来了？难道我不能来？赶紧去通知你们家范老爷，就说他老丈人考上了秀才，让他赶紧出来迎接。我们范家的亲家老爷早已作古，你算哪门子老丈人？赶紧滚！哼，好你个狗奴才呀！疯狗也不像你一样见人就咬，竟敢如此轻视你家秀才老爷！你这次死定了！等会儿见了你家范老爷，看我不让他重重罚你！滚一边去！你算老几啊你？考上个破秀才有啥了不起的？再跟老子装蛋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！告诉你，我家舅老爷乃是安阳县县城，来我范家也不敢如此口气。你搁这叫喊啥？真想把自己当回事儿？等中了状元再来嘚瑟吧！你真是放肆，简直有辱斯文！刚要关门，就见一辆车轿停在门前。老爷您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快回屋歇歇，三姨娘已经备好了茶水，就等您呢。好姑爷，你回来了。你谁呀？姑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是若兰的亲爹，你的亲老丈人啊。如今你丈人我考上了秀才，特地来通知姑爷一声，顺便看看我家若兰，咱们一起乐呵乐呵。范同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脸上顿时堆满了假笑。好事儿，真是天大的好事儿！岳父大人，快里面请。老丈人，请用茶。好，姑爷不必客气。好姑爷，若兰嫁到范家已半年有余，我甚是想念，能不能把她喊来，让我见上一面？范同心里一惊，脸上却是不动声色。自从和那个扫把星一夜激情，本以为这娶回来也是一个不错的尤物，自那一夜之后，他竟不行了。为了眼不见心不烦，早就把他给送人了。如今是死是活，他也不知道。亲家，若兰姑娘她……姑爷，若兰怎么了？史太守不停地给范统使眼色，他立马会意，故作为难地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泪水。老丈人，我对不起你呀，是我没照顾好若兰。若兰她去年冬得了场重病，已经去了极乐之地。什么？我的若兰死了？不可能，这绝不是真的。老丈人，请节哀顺变，我就是怕你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所以才没去报丧。你要怪我，就狠狠地骂我2句吧。老爷，你也别过度悲伤。武姨太活着的时候，你最疼爱她。要是她知道你这么伤心，她会心疼的。若兰虽已不在人世，可你也别见外，该来就来，咱们该走动还得走动。你永远是我范同的老丈人。我的好姑爷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这个当丈人的也不跟你客气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就要去宁京参加秋闱，缺少盘缠，你能不能给我拿上20两银子？老丈人，按理讲，你这个要求，姑爷我得满足。可实话跟你说，财主家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我们家也没余粮。要没别的事儿，我就不留你了。管家，送客。姑爷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这家大业大的，咋会没钱呢？唉，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，谁难谁知道。秀才老爷，走吧，我送送你。史代超，怎么样？老爷我反应够快，戏演的够好吧？
好，嘿嘿，老爷就是机灵。马车一路飞奔，终于来到了清水镇。陈青青正打算分头行动，眸光不远处瞥到一抹熟悉的身影。没错，是你三叔。此时的陈占才蔫头耷脑地往前走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你个混蛋，二宝呢？被你弄哪儿去了？二哥，你有病吧？找二宝你打我干啥？二宝被你弄哪儿去了？再不说实话，我打死你！二哥，我来这里办点事儿，我哪知道二宝去哪儿了？陈占才，你不要狡辩了。刚才有人看到你带着二宝从小路往镇里赶，你要是不想挨揍，就赶紧说实话，你把二宝带到哪儿去了？快说，不然我打死你！二哥，你赶紧松手！二哥，你有病啊！你这吓人捣怪的干啥？弄得我快满嘴胡说了，我现在还着急呢。啊，咋回事啊？你着啥急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今天难得有时间，知道二宝没出过啥远门，就想带着他到镇里溜达溜达，买点好吃的好玩的。刚开始我给他买了烤鸡腿、糖葫芦，随后又溜达了一会儿，吃饱喝足后我们就想往家走，可我突然内急，就去茅房方便了一下，叮嘱二宝在外面等我，可谁知我一出来就找不着二宝了。你把二宝弄丢了？哎呦，那二宝会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二宝去哪儿了，我已经在镇上找了好几圈了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赶紧帮我找找，或许二宝一个人跑哪儿去玩了。你不要信口开河，快说实话，你把二宝到底弄到哪里去了？青丫头，你这啥意思啊？难道你怀疑是我故意把二宝弄丢的不成？他长着两条腿，我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要知道这孩子如此淘气，我才不带他来镇里，真是费力不讨好。老三啊，老三，你抽啥风？非得带着二宝来这里干啥呀？你是不是闲得慌啊？有这功夫，你在家里帮着干点农活多好啊！我告诉你，老三，要是找不着我家二宝，我轻饶不了你。二哥，你看你这是要干啥？我不也是想带二宝来见见世面，现在咋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？我也不想把二宝弄丢，可谁知道二宝这孩子也太不让人省心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是尿裤兜子也不去茅房。你刚才在哪儿上的茅房啊？赶紧带我们过去，没准二宝自己回去了呢。占才啊，快点走，带我们过去找找。二哥二嫂，你们跟我来，就在前边。只要他们相信了自己的话，只要牙行那边顺利地签下卖身契，一切就万事大吉。陈青青见陈占才神色紧张，分明是做贼心虚的表现。他才不相信陈占才的鬼话。二叔二婶，若是二宝贪玩，咱们一定能够找到的，就怕他遇到了人贩子。要我看，咱们还是先去牙行看看，排除最危险的地方，然后咱们可以慢慢找。啊，牙行？对，青丫头你说的对，咱们先去找牙行。你说二宝被卖到牙行了？二婶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的意思是咱们先去那里看看，先排除最危险的地方。你们真是胡闹，去那地方干啥？刚才有人看到二宝，说是往那条街去了，咱们赶紧朝前追啊！你给我让开，不然我打死你！二哥，你这臭脾气能不能改一改？别动不动就抬手打人，要是把我脑子打坏了，爹娘轻饶不了你。哼，少拿爹娘吓唬我！若是有人敢打我儿子的坏主意，别说是你，就连爹娘我也照样打。行了，二叔，不要再和他废话了，咱们快走。几个人快步地朝着牙行走去。陈占才本想偷偷溜走，被小鱼一个眼神吓了回来。你们可算是来了，我还以为被你们老两口放鸽子了呢。实在抱歉啊，刚才有点事绊住了脚，让孙婆久等了。行了，来了就好。你们说的就是这孩子啊？对，就是他。你看现在能不能签字画押？你别急呀，我咋地也得验验货吧。对，应该的。走，跟我进里面去。奶奶，我害怕，我要回家。傻孩子，有奶奶在，你怕啥？
奶奶，这是啥地方？好孙子，这可是个好地方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你肯定会喜欢上这里的。真的吗？我想吃桂花糕，还有大肘子。有都有，一会儿让你吃个够。赶紧的，领二宝进去。走吧，二宝，有爷爷在，咱们不怕啊。二宝乖，听爷爷的话啊，你就张嘴让这位婆婆看看，然后爷爷就带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听爷爷的话。孙婆的手指伸进了二宝的嘴里，戳得二宝一个劲儿的干呕。哎，孙婆，你轻点儿，孩子嗓子眼嫩。叫什么叫？我还不知道轻点儿，用你教我呀！后边待着去。老婆子呀，这哪是卖孩子呀？这不就是检查牲口吗？要不别卖二宝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放你娘的屁！不卖二宝，去哪儿给儿子弄盘缠？没盘缠，儿子咋考取功名？儿子当不上官，咱俩咋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？你呀，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正事干不了，扯淡的事倒是不少干。你要是舍不得，就滚出去待着去，别在这给我添堵。还不错，肋骨齐整，没生过痨病。孙婆，你放心，这孩子生下来身子骨就结实，从没有过大毛病。好，那就好。咱们是不是能牵手去了？孩子确实不错，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来，80两银子，死契，按手印吧。不对吧，孙婆？咱们刚开始可是谈好的100两银子，这会儿咋变成80两了？是啊，说好的价钱咋还带变卦的呢？你们这俩人咋说话呢？我啥时候把价钱给你们定死了？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里面有10多个孩子，价钱都没超过50两。我看在你们2个岁数大，所以还多给了你们几十两。你们要是觉得合适，就赶紧按手印，咱们这桩买卖也就成了。你们要是对这个价钱不满意，我孙婆子也不强求，赶紧带孩子走人。孙婆，咱们刚才确实说好了100两银子，这咋能一下少给20两呢？要不这样，你给98两，2两给您留着打酒喝，咋样？你这人咋说话呢？我缺你20两银子呀！要卖就赶紧摁手印，不卖赶紧走，别在这瞎耽误功夫。没看见我忙着呢？您别生气，我这不和您商量呢吗？少了20两银子，要不别卖了。闭嘴，你个榆木脑袋！二宝又不是傻子，他这会儿啥都明白了。要是不卖，回家咋跟老二解释？你觉得他们2口子能饶得了咱俩？孙婆的心里鄙夷不已，这原来是偷着卖的亲孙子，还真他娘的不是东西。你们到底卖还是不卖？赶紧给个痛快话。卖，80两就80两。好，那就在死期上按手印吧。是不是先把银子给付了？放心，只要做完手续，1个大子儿都不会少你的。好，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。陈青青几个人来到衙门门口，就看到陈老太正在往死契上按手印，小鱼朝着陈老太的手腕就弹了过去。哎呀，这啥东西啊，疼死我了！你个禽兽不如的老东西，就连亲孙子都卖，把我的二宝还给我！你们2个不干好事的老东西，快说，二宝哪儿去了？好儿子，展良啊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啊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竟然敢来这儿闹事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他们刚才领来的孩子在哪儿？我要把他带回去。哼，奉劝你们一句，识相的赶紧离开这里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真要是给脸不要脸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还敢在这儿耍威风！不想死赶紧滚回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！娘，我求求你，把二宝还给我，别卖给人牙子行不？闭嘴！这个家我做主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挥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哼，你个死丫头，准是你在给我造谣！谁说我卖二宝了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今天我儿子儿媳妇要是跟我闹腾，我跟你没完！
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不怕被雷劈吗？这契约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，还真是恶毒到了极点。把亲孙子卖掉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要是你稍微有点良心，就赶紧把二宝交出来。你个不知深浅的死丫头，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，大呼小叫的，真是自不量力。孙婆啊，这丫头跟我没有一点关系，我们家的事儿她管不着，赶紧让人把他们撵走。快来人呐！有人闹事儿！就你们几个还想在这闹事儿？兄弟们，给老子好好教训一下这几个不知深浅的家伙！小鱼见追风逐月就在门外，连忙使了一个眼色。两个人接到命令，闪电般的冲到近前，3下5除2就把这几个大汉打翻在地。逐月面无表情的命令道：“赶紧把那些孩子通通放掉，不然要了你的狗命！”好汉，不行啊！这些孩子是小人真金白银买回来的，都签了卖身契了，这可是合法的呀！追风知道，这些孩子大多都是被拐卖或者是街头乞讨的孩子。你去把卖身契都拿过来，我瞧瞧，我看看哪一个是合法的。不知好汉什么来路，小人乃是安阳县县令准许的正经牙行，这从不干违法乱纪的事儿，这不知道哪里得罪了2位好汉，请明示。切，我们的名号也是你这个牙行管事能打听的，不想死就赶紧给我放人。好汉饶命啊，让我放人也行，可你咋也得让小人放个明白啊！朱月从腰间掏出一块令牌，赶紧把那些孩子通通放掉，不然要了你的狗命！看到令牌上的如朕亲临4个字，顿时浑身一颤，脸都吓白了。大人饶命，小人该死，求大人开恩，千万别杀我呀！少废话，我让你把那些孩子给放了。好，放，都放，保证一个不留。都出来，赶紧走，你们自由了。别打我们，别打我们，我们再也不跑了。看着眼前这些可怜的孩子，竹月鼻子一酸。孩子们，坏人被哥哥制服了，你们快回家吧。哥哥，我们真能走吗？真的，快走吧。我的好二宝，你可气死娘了！爹娘、爷爷奶奶不要我了，他们要把我给卖掉。二宝也哭了出来。钱管事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闭嘴，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胖男子弓着身来的陈青青面前，满脸陪笑道：姑娘恕罪啊，都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请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。这些孩子我都给放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这一番话让陈青青一头雾水，多谢好汉出手相助，若有机会，小女子定请二位喝上一杯。追风咧嘴一笑，刚想开口同意，就被陈青青身后的小鱼一个眼神制止。多谢姑娘好意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后会有期。竹月说完，拉起追风，快速闪身离去。姑娘饶命啊，这我们做的可都是合法的买卖，你可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。管事的，你赶紧起来，我们就是为了找孩子，别的事情我们不做追究。姑娘别解释，小的啥都懂，只要你答应不追究，小的就烧高香了。放心放心，我们不追究。二叔二婶，赶紧带上二宝，咱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躲在门外的陈占才看了个真真切切，看到陈青青等人救出二宝，连忙假惺惺地凑上前。二宝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不是让你和你爷爷奶奶等我吗？可你咋上这儿来了？你爷奶哪儿去了？二宝趴在陈占良的怀里，双眼无焦，就像是傻了一般。少在这装好人，咋回事你不知道吗？不想挨揍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开！胖管事见人走远，这才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。你个败家玩意儿，我差点被你给害死！孙婆一脸的懵，
人明明是他放走的，这咋还赖上自己了？哎呦，我的钱管事啊，你都把我给闹糊涂了！赶紧说说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我还给你说个屁！每次我都让你擦亮点眼睛，别他娘啥买卖都做。这次好了，你捅了大马蜂窝，真要是他们再找上门，你我都得要掉脑袋不可。钱管事啊，没那么严重吧？我可都打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绝不可能有一丝的纰漏。没那么严重，那2个人想要弄死咱们，简直易如反掌。你还赶着嘚瑟个屁呀！赶紧把那2个老东西给我打出去！好，我这就让他们走。你们2个老不死的，刚才那孩子到底咋回事？不说实话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你问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你们都不知道咋回事，我们老2口能知道啥呀？难道你们就让他们这样走了？哎呀，不让人走，你们还想咋样？难道砍完我们脑袋再走不成？你们一看就不是啥好种，净弄个不明来历的孩子来伙事儿。我们可被你们这2个不是人的老东西害惨了，今天的损失必须由你们承担。孙婆，那孩子确实是我亲孙子，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你们的损失可不能赖在我们身上啊。就是，凡事都得讲理，我们啥也没干呐，是你们把孩子都放了的，跟我们老2口可没啥关系。钱管事，你看这事儿真跟我没关系吧？肯定是别的地方出了纰漏，咱们被人盯上了。今天这事儿纯属就是个意外。这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，你就别在这惹事儿了。真要被那2个人来个回马枪，咱们都得死。赶紧让他们滚蛋，关门打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赶紧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这2个老东西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好滚，我们这就滚。陈占才躲在角落里伸着脖子张望，就见陈老汉夫妇跌跌撞撞地从牙行里跑出来。爹娘，你们没事吧？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咋也来了？娘刚才可遭了老罪啊，差点没被吓死。儿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刚才我和你娘啊，好险被人给讹上。娘，刚才到底咋回事？那俩人是谁啊？牙行的管事被人揍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咋还跟孙子似的给那死丫头点到哈腰的？我哪知道咋回事啊？现在我还蒙着呢。这可奇怪了，那死丫头也太厉害了。跟那死丫头有啥关系？要我看呐，这两人准是当官的，要不然牙行的人不可能吓得跟三孙子似的。你说的也有可能，可我就想不明白，他们把那10几个孩子都放了干啥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老婆子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咋连这个都没看明白呢？肯定是那些孩子里面有世家贵族子弟，人家来气，顺便都给放了呗。你说的没错，咱们也真够倒霉的，早赶晚赶，赶上这码糟心事儿。要知道这样，过2天再来不就得了？这些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诚心断我陈占才的仕途，真是气煞我也。好儿子，别着急，急坏了身子，娘会心疼的。俗话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娘再给你想办法，不急不急啊。娘，你说的轻巧，儿子能不急吗？现在事情搞得一团糟，钱还没捞着，反而惹上了一身骚。你还是想想回去咋跟我2哥2嫂解释吧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子，娘跟他们有啥可解释的？我卖自己亲孙子又不犯法，上哪儿说娘都不怕，大不了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。哎，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娘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跟你没任何关系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他们不敢拿我咋样。好，娘你这样说，儿子就放心了。唉，现在没了银子，我还怎么去赶考？以后还怎么让爹娘跟着儿子吃香喝辣？怎么跟儿子享福？儿啊，娘知道你孝顺，可事到如今，以后再想对二宝下手，肯定是不可能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办法一定会有的。咱们回家从长计议。
别整这些没劲的，还是想想回家咋办吧。陈老太看了他一眼，破天荒的竟然没有反驳。想起二儿子那吃人的眼神，他心里一顿。是啊，这回家咋说？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俗话说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早晚都得面对。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爱咋咋地。想到这儿，他们抬步朝着家里走去。没事了啊，二宝别怕，娘以后啊，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了。儿啊，都是爹不好，爹要是早点听你娘的话，分家单过，你爷奶和你三叔就不会打你的坏主意了。这良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也一直摇摆不定，想着老三考上秀才，咱家减免了赋税，免除了徭役，日子肯定越来越好。可没想到爹娘做事如此没有底线，为了供养老三，竟连亲孙子都要卖掉，真是连畜生都不如。他们不是我爷奶，不是我三叔，他们都是坏人，坏人。二宝，不怕，娘在呢。二宝，别害怕，爹也在，他们不敢欺负二宝了啊。娘，我三叔说带我吃鸡腿，看耍猴的，我就跟他来了。到镇上碰到我爷奶，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那个人凶巴巴的，还让我脱光衣服，在我身上一阵乱摸，还看我屁股，最后把我关进了小黑屋。这些遭天杀的畜生，简直丧尽天良！他们会遭报应的，他们不得好死！我为了这个家，只是任劳任怨，却没想到，他们为了钱，竟然能够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。翠琴，你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妥协了。爹娘，你们回来了。二宝，你跟着三叔去哪儿了？他真有那么好心带你去买好吃的？大哥，我被三叔骗了，他和爷奶要把我给卖了。什么？他们要把你卖了？二宝别怕，哥一会儿找他们算账。今天我非把陈占才揍出屎不可。大宝，你冷静点，千万别做傻事。大秀才可是要坐牢的。我不怕，今天我非得打死陈占才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畜生，就算是坐牢，我也要出心中这口恶气。大宝，陈占才确实欠收拾，可是要是为这种人摊上官司，真是得不偿失。要想出气，办法多的是，你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既出了气，还不被人抓到把柄，这样岂不是更安全？晴晴姐，我听你的。好好照顾二宝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，千万记住，做事不可冲动，多想想你的爹娘还有弟弟。晴晴姐你放心，我不会干傻事的。那就好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们一家人好好商量该怎么解决。我都想好了，一会儿我就去找李正说，让他过来给写张文书，我要分家。想好了就去做，没有必要瞻前顾后。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离开谁都能活，甚至活得更好。这番话陈青青是故意说给陈占良夫妇听的。秦丫头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还不算傻，最起码理解了他话里的意思。哎，好，那你们慢点走。大宝，你去请李正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好，我这就去。